百期詳解，紅白機全遊戲巡禮。大家好，我是雷文。游戲發售時間進入到1991年之後，這個階段 NES 主機在歐洲和其他的地區也有了一定的保有量，所以會看到一些歐版的首發或者獨佔遊戲，其中有一部分只能查到發行的年份，已經查不到具體月份了，好在數量並不多。為了避免遺漏，這些遊戲我會歸到當年的1月份來介紹。這一期要繼續講解1991年1月發售的遊戲。番茄殺手 Imagineering 開發 THQ 發行了一款橫版動作遊戲，改編自福克斯兒童頻道1990年播出的同名動畫片，動畫又是基於早年的同名電影系列。原版的電影是邪典的風格，有很多对怪獸電影的搞笑模仿。動畫片的故事內容相當於電影的延續，講述了瘋狂科學家普特里德·岡格林博士和他的同夥將聖祖尼奇小鎮的番茄變成了怪物，年輕的查德·芬萊特和朋友們與其展開對抗的故事。改編遊戲除了發布在 NES 平台，還推出了 Game Boy 版，但內容並不相同。遊戲裡的故事也是基於動畫的主題，主角查德·芬萊特要和甘格林博士以及他的末日番茄怪作戰。畫面以測試圖顯示，通常情況下控制主角左右移動，唯一的攻擊手段是像馬里奧一樣跳起來踩踏。這種攻擊方式有時能將敵人踩碎，或者將較大體型的敵人分解成更小的敵人。敵人是各種不同類型的番茄，移動时快时慢，踩踏攻擊有些難以控制，需要精準地跳到目標的頂端，否則自己很容易受到傷害。某些地方按住按鍵能加速奔跑。左上方顯示主角的生命值和生命數，場景裡的道具只有恢復生命值的食品袋和分數道具，沒有其他的物品。遊戲的流程很短，關卡的數量不多，這些關卡的內容並不是完全線性的，有些分支路線可以探索，能收集到一些物品，還有些解謎的元素，像是第3關的場景裡有多個可以啟動的開關，打開後能夠讓角色倒過來行走，從而進入新的區域。每關還有不同主題的陷阱，也有少數的幾個 BOSS。 對付 BOSS 的時候玩法有些不同，像是要破壞掉敵人彈奏的風琴的每個管道，或者是破壞番茄製造機器的電腦系統。比較搞笑的是，破壞了這個機器之後，遊戲開始呈現製作人員的名單，但實際上並沒有通關，最後還要面對番茄變成了大山，他將主角吞進到肚子裡，要從他的體內將其破壞。這款遊戲從一些小的細節能夠看出還是有些特色的，但在開發的過程中應該是執行層面出了問題，完成度很差，導致呈現出來的效果就是一款玩法單一而且粗糙的作品。整個的流程也只有10多分鐘，個人評價2顆星。冠軍拉力賽由人類娛樂開發， HAL 發行了歐版。本作在92年推出了日版，日版常用的中文名字是刺激賽車，和歐版的內容相差不大。進入遊戲後有2種模式，下面的一種戰鬥模式可以用於多人遊玩。既然遊戲的名字叫冠軍拉力賽，所以主要的是冠軍模式，有3個可選的難度級別。選定後來到賽前準備階段，畫面裡呈現比賽的地點、賽段的信息和天氣情況。根據天氣狀況決定比賽用的輪胎類型是非常重要的，有用於公路、碎石路和雪地的3種類型，每種類型下面又對應了不同的級別。除了設置輪胎，還可以選擇是否使用渦輪增壓，以及車輛是2驅還是4驅。來到比賽畫面，以俯視角的方式呈現， A 鍵加速，按 B 鍵轉向時可以漂移，在主要的彎道位置會提前的出現箭頭的提示，不過並不太好用，有時箭頭出現的時機不對，有的彎道並沒有箭頭的提示，基本上還是得依靠玩家對於赛道的熟悉程度。賽道都比較窄，而且轉向的操控非常灵敏，不發生碰撞的情況下漂移過彎，更有利於車輛保持速度。這種俯視角結合這套操作的設計方式，在當時的街機賽車遊戲裡一度相當的流行。每個賽道都要跑好幾圈，场地上不會出現其他的比賽車輛，只有少數發生事故的車輛。採用計時的方式完成比賽後，
按照時間確定排名和分數，有10個不同地點的拉力賽，每項比賽少則3個賽段，最多的有5個賽段，總共是35條賽道，數量還是很多的。這款賽車遊戲從內容和玩法上都算是適應當時潮流了，有一定的遊戲性，充足的賽道數量，根據天氣適當進行改裝。看不到其他的車輛，只能欣賞沿途的風景，感覺有些孤獨。儘管真實的拉力賽就是這樣，整體看來算是普普通通，個人評價2星半。太空精英，对於國內的老玩家來說，80、90年代的電子遊戲，大部分人也包括我在內，小時候玩的最多的可能還是日系廠商的遊戲，也接觸過一些美式遊戏。對於那個時候歐洲廠商開發的東西了解不多。這款太空精英原名 Elite， 就是歐洲廠商開發的一款極具開創意義的重量級作品。它最初是由2名英國開發者大衛·布拉本和伊恩·貝爾共同開發，由一家叫做 Arconsoft 的公司於1984年發行。首發的平台是 BBC Micro 電腦，聽這個名字就很英國。本作被定義為太空貿易和戰鬥模擬的類型，以現在的眼光來看，就是宇宙 3D 空間的開放世界冒險。以當時的技術條件，它在程序設計上被認為是一項奇蹟，用線條和簡單圖形組合的方式搭建出了整個宇宙，多年來一直被認為是英國電子遊戲史上最偉大的作品，沒有之一。對於後來很多開放世界的遊戲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。如果是玩過現在的以宇宙空間為主題的開放世界遊戲，對本作的玩法就很容易理解了。進遊戲後先要完成戰鬥訓練關，玩家控制的角色是一名叫做詹姆森的指揮官，從拉維空間站出發，初始擁有100點信用點數和一艘輕型武裝的貿易船，型號為眼鏡蛇 Mark 3，可以通過多种方式積累信用點，包括從事海盜活動、進行貿易、軍事任務、賞金獵人和在小行星採礦，通過這些活動獲得資金，然後升級飛船，例如升級更好的武器，增加飛船貨艙的容量，安裝空間站的自动對接系統，以及額外的能量儲備等等。由於是電腦端的移植，原版的操作相當複雜，得用到鍵盤上很多的按鍵，上手相當困難。為了用手柄上僅有的幾個按鍵完成操作，畫面裡設置了一個虛擬鍵盤的面板。沒有駕駛飛船的時候，面板在畫面的底部，通過它可以在所在地買賣貨物，查看飛船的狀態、補給等等。起飛後，虛擬面板的位置上移，面板上的圖標也有些變化，可以查看附近的星球和空間站。這些面板上的操作都需要方向鍵組合按鍵來控制。遊戲裡有8個星系，每個星系包含256顆行星可供探索，都是通過程序生成的。普通的亞光速飛行移動距離有限，如果在恆星之間移動，得使用空间跳躍。如果在飞行過程中遭遇戰鬥，按 A 鍵發射光束，結合畫面底部的雷達和狀態欄進行操作。這款40多年前的遊戲作為太空的開放世界，框架是完完整整的，星球有自己的參數設定，不同價格和種類的貨物，飛船也有油量、貨艙、能量等多個模塊，還可以改造升級。操控飛船從星球和空間站起飛和降落，還有在太空中的戰鬥，只不過參數基本都是文字的形式，飛行戰鬥也是簡單的線條圖形。現在同類遊戲的基礎玩法無外乎也是這些，只不過更加精緻，內容更多。作為該類型的先驅，畫面過於簡陋，現在可能很少有人能堅持玩下去。NES 的這個移植版在眾多的版本裡也算不上特別好的，個人評價3顆星。彩虹島歐版，在第38期節目裡曾經介紹過一款泰東發行的彩虹島，有日版和美版。先發行的日版是在1988年的7月，美版在91年。今天介紹的這款歐版的彩虹島是由 Ocean 開發和發行的，在統計上通常和泰東版的區分開來，被算作是2款不同的遊戲。儘管如此，這2個發行商的不同版本區別並不算特別大，基本的玩法是一樣的。主角釋放彩虹，用它作為攻擊的武器，也能當作臨時搭建的平台，在上面移動以及用於收集物品。如果站在彩虹的上方跳躍，或者在下方跳躍接觸，會讓彩虹垮塌。
將敵方角色包裹在這道塌陷的彩虹當中，也能將其消滅，並且能獲得不同顏色的小鑽石。和泰东版最大的不同是關卡設計，泰東的日版和美版有原創關卡和劇情的過场动畫，總共有8個主題世界，最後一個是隱藏關，出現的條件是前7個主題世界都獲得大鑽石。而這個 Ocean 的版本力求忠實於街機原版，沒有原創的關卡內容，在畫面的布局上也和街機版更加的接近，像是關卡開始的島嶼大地圖，還有在場景裡收集到不同顏色的鑽石，會以圖形的形式顯示在畫面的下方等等。另外，在畫面的顯示上，歐版的人物圖形和场景的圖片在屏幕裡的占比要大一點點，背景音樂也略有差異。對於絕大部分的玩家來說，這種差異在遊戲的體驗感上並不會帶來太大的變化。相比之下，這個歐版少了家用機上的原創內容，相對于街機原版也有縮水。現在來玩的話，價值就不如之前的泰東版，個人評價2星半。十兵衛大冒險由 Birthday 開發，南夢宮發行的一款日式風格的 RPG 作品。這樣的開發和發行商的組合之前曾經出現過，在第43期節目裡介紹過另一款 RPG 遊戲《備受物語》，當時提到過2家公司的合作關係。本作在系統上也延續了《備受物語》，並使用了其中的諸多元素，而且和《備受物語》一樣，遊戲在發售時除了卡帶和說明書，還附贈其他的一些東西。本作是一張特殊的地圖和24張卡牌，可用於卡牌遊戲，某些情況下也能作為遊戲的提示。主角是柳生十兵衛，但和傳統的日本戰國設定不同，游戲裡融入了科幻和幻想的風格。主角是一個從天而降，乘坐着發光膠囊墜落在柳生村的獨眼嬰兒。15年後，戰國已經變成了一個光怪陸離、戰亂不斷的奇異世界，時空發生了扭曲。主人公要和他命中注定的夥伴龍基、沃爾夫和伊凡聯手，在這個奇異的戰國時代展開冒險，和魔界勢力對抗。俯視角大地圖的探索仍然是勇者鬥惡龍式的。打開主菜單，除了常見的對話、調查、物品等指令，菜單裡的旅行日記可以隨時保存進度。在遊戲進行一段時間後，完成特定的劇情，主菜單裡會出現第8個指令幫手。除了3名主要的同伴，還有另外的11名輔助角色，他們都擁有重要的能力。使用幫手指令召喚這些同伴，用他们的能力解除宝箱中的陷阱，改变物品，逃離地牢，以及破譯文字解謎等等。大多數情況，戰鬥是隨機遇敵。進入戰鬥畫面後，類似勇者鬥惡龍的第一人稱，但我方角色會以一個小人偶的形態出現在下面，攻擊時還有動作。和備受物語一樣，敵人在瀕死狀態下，表情和貼圖會發生變化。戰鬥時除了常規的攻擊，還有2種特殊的方式，一種是超力，相當於魔法，使用時要消耗超力點數。攻擊類型的超力又分為水、火、電等7種屬性，每種都克制特定類型的敵人，也有攻擊輔助、防禦和治療類型的超力。另一種特殊的是特技，是角色自身的能力，像是十兵衛隨着游戲的推進能掌握7種斬擊，龍基擁有魅惑和飛行的特技，沃爾夫有偵查，伊萬有逃脫等等。遊戲的流程非常長，有10章主線劇情，外加2章平行世界的章節，是紅白機上篇幅最長的 RPG 遊戲之一。這款遊戲延續了一些備受物語的特色，像是角色的繪制風格、變化的造型、豐富的支援能力是一大亮點。備受物語裡的參數設計缺陷在這裡也得到了改善，但平衡性仍然不算好，戰鬥的難度很大，需要大量的練級，遇敵率也相當高。融合了戰國、科幻和幻想的多元世界觀，讓故事的發展顯得有些割裂，褒貶不一。總體來看，有突出的亮點，但也有不少的問題。個人評價3顆星。科樂美世界2，初代的科樂美世界發布時間是在88年的1月份，在第32期介紹過。和這款2代間隔正好2年的時間，科樂美旗下不同遊戲裡的人氣角色再次匯聚一堂。雖然還是以動作類型為主，但相比上一作，玩法上有了不小的變化，畫風也採用了更加卡通的 Q 版風格。
YY 世界原本平靜祥和，但巫師瓦鲁蒙突然從黑暗中现身，憑借邪惡的魔法征服了世界。觀光旅行中的辛納蒙博士僥倖逃過一劫，他秘密研發出內置科樂美英雄變身電路的超級機器人里克爾，並派他去對抗瓦魯蒙。瓦魯蒙將香草公主和城堡劫持到外太空，並復活了過去被科樂美英雄們擊敗的反派角色，派他們去對抗里克爾。有双人同时游玩的模式，双人游戏里1P 玩家控制紅色的里克尔，2P 控制藍色机器人。開始遊戲前得在4組英雄角色當中選擇一種，每組包含了3個科樂美不同遊戲裡的主角。橫版動作關卡裡的5個角色分別是五右衛門、烏帕王子、惡魔城的西蒙、魂斗羅的比爾和月風魔傳裡的月風魔。默認的情況下控制里克爾，必鍵攻擊，武器是發射能量波，攻擊範圍短，射速慢，威力弱。A 鍵跳躍，空中再次按下 A 鍵可以使出2段跳。角色的生命值用畫面下方的愛心表示。當獲得了字母 C 的道具，底部的3個角色頭像依次高亮閃爍，方向鍵上加 A 鍵變身成高亮的角色。如果是雙人游戏，2名玩家不能同時变身成相同的角色。當然，每個角色按照自己原作中的能力有各自的特点。变身後的角色有60秒的倒計時，此時受到傷害不會減少生命，而是減少5秒的變身時間。拾取沿途出現的急救包，未變身時是用來恢復血量，變身時是延長變身的時間，或者得到字母 C 後再次變身，倒計時恢復到60秒。其他的道具，字母 H 是全屏攻击的炸彈，獲得後按住 B 鍵蓄力，角色閃爍後釋放發動。字母 M 能夠提供一段時間的無敵，收集足夠數量的小天使獲得獎命。本作的重點在於關卡的設計，共有9個關卡。除了第1關是原創的，其他的關卡基本都是對科樂美其他遊戲的模仿。相比初代，這些關卡更加接近於原版遊戲的內容，而且在關卡裡使用原版對應的角色會更有優勢。關卡並不只有動作的類型，也有其他幾種形式，其中還有分支路線。第1關原創的未來都市，第1階段是橫向強制滾動的卷軸，第2階段駕駛飛行器的飛行射擊，能朝左右2個方向發射子彈。第3個階段末尾面對 BOSS 突擊戰艦托亞曼。第2關是五右衛門主題的江戶城關卡，由2個部分構成， BOSS 叫做無敵鋼人跳躍武者之柱。第3關是冰封的主題，有分支路線，分為 3A 和 3B。 飛行射擊的形式玩法也還原了原作中的收集鈴鐺。第4關是魂斗羅主題的外星叢林關卡，和初代魂斗羅的第1關非常相似， BOSS 是阿亞瑞安王，一個駕駛機甲的外星人。第5關烏帕的糖果世界關卡，前半部分是普通的動作形式，後半部分是縱向卷軸下水下的場景，在這裡烏帕可以使用特殊能力。第6關又有分支路線， 6A 是一個拼圖解謎的內容，25塊滑動的拼圖拼出完整的圖形。6B 是一個賽車的關卡，主題是科樂美1987年的街機遊戲 City Bomber。第7關是月風魔的妖怪墓地，里克爾、月風魔和西蒙都可以破壞某些方塊， BOSS 是筋肉龙骨魔。第8關是宇宙巡航机的飞行射擊，也有 A、B 2個分支。8A 對應了日式風格的主題場景， 8B 類似於原版的摩艾石像關卡。最後一關是平行世界的城堡，分成了3個部分。第1部分的城堡入口玩法類似於青蛙過河，第2部分城堡內部風格類似於惡魔城，第3部分是原創的強制卷軸，面對最終 BOSS 瓦魯蒙。這款遊戲的基本素質沒什麼問題，畫面、音樂、操控都很好。相較於1代，由於更改了風格和玩法，玩過1代的老玩家對其評價褒貶不一。批評的點主要是說 Q 版的風格不夠硬核，難度也相對較低，不同人物的特點不夠突出，差異沒有初代那麼明顯，還少了探索收集的元素。我個人覺得本作在玩法上的簡化，讓遊戲變得更加直接，也更容易上手。雖然弱化了角色的差異，但關卡的不同主題更加突出。看着原版的角色以另外一種形象，在酷似原版的關卡裡出現，也是一種相當有趣的體驗。再把不同的作品合在一起，对於這種大雜燴類型的遊戲來說恰到好處。個人評價4顆星。
麻將 RPG。夏目公司出品的一款麻将游戏，采用了麻将類的游戏玩家喜聞樂見的玩法，把 RPG 和打麻將結合的方式。而本作是到目前為止紅白機上最像 RPG 的麻將遊戲。在開始畫面有2種可選的模式，普通模式和 RPG 模式。普通模式裡可以選擇對手的強度，也就是游戏的難度，然後自定義規則，接着就是对局，是一個2人麻将。重點當然是 RPG 的模式，在這個模式下有3個可選的劇本，分別是勇者的傳說、最強的男人和百獸之王。第一個勇者的劇本可以選擇3種不同的職業，這是一個幻想世界，要擊敗邪惡的巫師。第二個劇本也有3個角色可選，第3個人物應該是模仿北斗神拳裡的劍次郎，目標是贏得武道大會。第3個劇本可選的角色是3個動物，獅子、大象和章魚，目標是成為百獸之王。在遊戲內像棋盤的形式一格格的移動，但不用扔骰子。黃色方格是普通的地點，有隨機遭遇的戰鬥，白色的是觸發特殊戰鬥的場景，還有像城鎮、森林等帶有圖案的方格可以對話觸發劇情。按 A 鍵調出菜單，在商店還能購買裝備和物品。觸發戰鬥後，先模仿勇者鬥惡龍，第一人稱的方式呈現敵人，選擇戰鬥進入麻將對局。角色的生命值會轉化為麻將對局的分數，每1點 HP 對應了100點分數。獲得勝利升級可以提升生命值的上限，從而在對局中擁有更多的分數，甚至還能學習特殊的技能。由於戰鬥採用了打麻將的方式，流程就必然很長，因此打麻將的這部分做得相當簡潔，對手出牌很快，也沒有亂七八糟的特效。相比其他的麻將遊戲，玩家和对手都更容易拿到好牌，這樣也能加快對局的節奏。對於一款紅白機上的麻將類型的作品來說，這個時期採用另類的方式吸引玩家已經成為了常態。本作無論是模仿 RPG 還是麻將對局的本身做的都很不錯了，但畢竟這樣的遊戲上限很低，個人評價3顆星。企鵝夢物語，科乐美開發和發行的一款遊戲。本作的主角是叫做彭太的企鵝，他曾經在科乐美的另一款遊戲《南極大冒險》裡作為主角登場。故事是某一天，主角的女友彭子告訴彭太，對於他肥胖的身材非常的不滿。彭子正和戴着墨鏡的銀次約會，並且彭子告訴主角，如果真的愛他就應該減肥。而銀次則居高臨下的說，他已經讓手下用了一些減肥藥，如果彭太這麼生氣，就應該去弄一些減肥藥來。於是主角為了贏回女友的芳心而戰鬥。本作的獨特之處在於企鵝沒有生命值，玩家也不會因為受到傷害而失去生命，取而代之的是一個體重槽，顯示彭太目前的體型，分成了肥胖、正常和瘦3種形態。一開始是肥胖的狀態，這時彭太的行動緩慢，跳躍能力也很差，唯一的攻擊手段是用肚子撞擊地面。通過獲得場景裡的減肥藥，能讓底部體重槽的量表發生變化，體型來到了正常區間的時候，彭太可以踢腿攻擊敵人，跳躍力也能得到加強。繼續吃減肥藥變成瘦的狀態時，可以從嘴裡發射字符進行直線攻擊，跳躍力能進一步的強化。在關卡裡，如果被食物或者敵人擊中，都會讓主角的體重增加。如果掉入水中，直接變成最胖的狀態。此外，左下角還有一個倒計時，受到損傷也會導致時間損失。在體重槽的上面還有一顆愛心，當彭太的體重區間沒有超過愛心的位置，這顆愛心是完整的，超過了就會心碎。完成一個關卡的內容後，是否能夠過關取決於愛心是否完整，也就是體重是否超標。超標的話，女友在關卡最後打電話時會要求分手，表示沒有過關。其他可以撿到的道具還有增加時間的時鐘，字母 M 讓主角一段時間處於無敵的狀態，字母 H 的道具根據關卡的形式可能是頭上有一個螺旋桨，或者是得到導彈攻擊的強化。總共有6個關卡，大部分關卡是有 BOSS 戰的，奇數關卡是橫版動作的形式，第2關和第4關是橫版飛行射擊，但仍然採用了體重槽的機制。最後一關在經歷了一段橫版的冰川主題的場景之後，最終 BOSS 戰是追尾視角的飛行射擊，
要把女友從銀次的手裡救出來。通關結局本以為是一個 happy ending， 結果發生反轉，女友吃成了一個胖子，令人大跌眼鏡。這款遊戲從制作來說算是比較精良，獨特的玩法和可愛的風格當時也很受歡迎。不過這樣的遊戲機制也導致難度偏低，沒有太大的挑戰性，而且這個故事的設定有些三觀不正。主角的女友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外貌協會成員，對體型有嚴格的要求，體型的變化讓她在對待感情的態度上反覆橫跳，隨着關卡的推進還變本加厲，最後的放飛自我也體現了不對等的感情關係。個人評價3顆星。高爾夫錦標賽，又有一段時間沒有看到紅白機上的高爾夫遊戲了。這個時期高爾夫這類遊戲和棒球一樣，很多都轉移到了新的平台上。本作是由東星軟件開發， Hector 發行了日版，阿特拉斯發布的美版。本作支持最多4名玩家參與。遊戲模式除了錦標賽，還有2種訓練模式。錦標賽裡對應了4項頂級的職業賽事：大師賽、PGA 錦標賽、英國公開賽和美國公開賽。相比紅白機上之前的很多高爾夫遊戲，本作在玩法上有重大的改变。首先以俯视角呈現比赛的场地，移动光標來進行瞄準，按下 A 鍵來到第2步。這時畫面的底部出現5個不同的圖標，從左到右分別對應了選擇球桿、調整站立的姿態、不同的擊球方式、查看球所處的環境以及更改握桿的手法。全部設定好之後，再次按下 A 鍵，進入第3步，準備擊球。這時可以看到擊球點在球的不同部位跳動，合適的時機按下按鍵將球打出去。因為在前一步已經設置好了參數，這裡的擊球只需要看時機即可。當球上了果嶺以後，根據距離球動的遠近，會呈現3種不同比例的放大圖。遊戲過程中，風向和風速的呈現也相當細緻，比賽場地的描繪也有很多的細節，還得考慮到物體的高度和坡度的影響。這款紅白機末期的高爾夫遊戲在玩法上做了大膽的革新，力圖呈現一個玩法更細緻、對環境模擬更全面的高爾夫遊戲。不過並不是越細緻遊戲性就越高，這種玩法當年並不怎麼受歡迎。相比其他同類游戲，球場的設計缺乏亮點，當時9700日元的卡帶售價對於這類遊戲來說也偏高了。個人評價2星半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期節目的全部內容。如果喜歡這個系列，還請多多支持。咱們下期再見。